歡迎嚟到懸疑檔案。迷你劇集《Candy》同埋《Love and Death》都講述咗一名普通嘅家庭主婦 Candy 喺某日突然拎起斧頭，殘忍咁將好朋友 Betty 劈死，最後全身而退嘅故事。呢兩部劇都係改編自1980年轟動一時嘅德州斧頭兇殺案。而家就等我哋先返到70年代，探索呢單案背後嘅故事。美國德州有一個叫 Wylie 嘅小鎮，呢座小鎮好平靜，民風淳樸，好多中產家庭都喺呢度生活。1977年 Candy 同佢嘅丈夫 Pat 同埋兩位仔女一齊搬到咗 Wylie 生活。Pat 係一位電子工程師，佢喺一間專門生產軍事雷達系統嘅公司工作，人工豐厚。而 Candy 就係一位家庭主婦，負責打理屋企嘅大小事務同埋照顧班小朋友。兩夫妻分工合作，日子過得都唔錯。佢哋每個星期日都會去到教堂參加禮拜，並喺嗰度認識咗 Alan 同埋 Betty 呢對夫妻。Alan 生得矮小，相貌平凡，份人有啲怕醜。而 Betty 就係一個美麗天真嘅傳統女性。Alan 係一位工程師，喺一間電子企業工作，而 Betty 就係一位小學老師。由於兩家人嘅女都係喺同一間學校返學，仲成為咗好朋友，所以兩家人嘅關係亦都好好。Candy 同 Betty 亦都因為咁而成為咗好姊妹。1978年夏天， Candy 同 Alan 參加咗教堂舉辦嘅一場排球賽。比賽進行期間， Candy 同 Alan 因為要接波而撞埋咗一齊。雖然只係少少嘅肢體碰撞，但係 Candy 就喺嗰一刻深深咁被 Alan 吸引住。佢覺得 Alan 好有魅力。嗰個時候 Candy 同 Alan 只係認識咗9個月。雖然 Alan 有住後移嘅髮際線，身材有啲發福，而且唔善於打扮，但係 Candy 都係覺得佢哋之間有好多相似之處。Alan 同 Candy 一樣，好活躍於教堂嘅活動。佢參加咗合唱團，仲幫教堂舉辦運動會。佢好有幽默感，經常講笑話引大家笑。Candy 亦都經常俾佢引到哈哈大笑。當時 Candy 已經開始對自己同埋丈夫 Pat 千篇一律嘅生活感到好冇癮啦。喺佢嘅眼中， Pat 就係一個不解風情嘅男人，非常沉悶。佢想要喺生活中尋找一啲火花。嗰日之後，佢就不斷幻想住自己同充滿魅力嘅 Alan 喺床上嘅畫面。於是佢決定咗要同 Alan 發展婚外情。雖然神女有心，但係 Candy 唔知到底雙黃有冇蒙。幾個禮拜之後，啱啱參加完教堂排球友誼賽嘅 Alan 同 Candy 一齊行到停車場。Candy 邀請 Alan 上車之後， Candy 直接問咗 Alan：你有冇興趣發展婚外情？Alan 被突如其來嘅表白嚇呆咗，但係心入面就沾沾自喜，因為向佢表白嘅人係 Candy。Candy 雖然稱唔上係國色天香，但係佢就係教會入面最有魅力嘅女人之一。比起妻子 Betty 嘅沉悶抑鬱， Candy 更加開朗自信，而且平易近人。雖然 Alan 有啲心動，但係礙於婚姻嘅誓詞，佢都係拒絕咗。Candy 表示理解，
並承諾唔會再提起呢件事。之後 Alan 輕輕咁錫咗 Candy 嘅嘴唇一下，就落車離開啦。之後 Betty 有咗 BB。Alan 知道 Betty 唔鍾意孤獨，所以佢減少咗出差，但係咁並冇減少到佢嘅工作量。而 Betty 就經常將學校嘅工作帶返屋企做，佢有時會漏夜改試卷，兩夫妻幾乎冇任何嘅交流。久而久之，佢哋嘅生活漸漸失去咗樂趣。雖然住喺同一屋檐下，但係一早已經同床異夢。另一方面， Candy 對於自己主動投懷送抱，但係就遭到無情拒絕而感到好尷尬。雖然 Candy 一直嘗試想要將 Alan 放低，但係 Alan 嘅 goodbye kiss 就令佢感到好疑惑。如果 Alan 真係唔想同佢發展，點解 Alan 仲要錫佢呢？佢冇辦法參透 Alan 嘅心思，到底係佢自作多情，定係雙簧其實都有夢？呢個疑惑喺 Candy 29歲生日嗰日，終於得到咗解答。嗰一日 Candy 收到一通電話，係 Alan 打嚟嘅。Alan 表示佢聽日要去一轉車房，並約咗 Candy 食晏，順便討論之前未完成嘅話題。第二日，佢哋喺車房見面。Alan 送咗一張生日卡同埋一份生日禮物俾 Candy。嗰份禮物係一支辣椒醬，暗示住 Candy 就好似呢支辣椒醬一樣，身材玲瓏浮凸，內裏火辣辣。Candy 收到禮物之後，會心一笑，又再次俾 Alan 嘅幽默感征服咗。之後佢哋一齊食咗午飯，閒話家常，雙方都表示願意更進一步發展，但係喺發展之前，佢哋必須先要有一個周詳嘅計劃。1978年11月尾， Candy 邀請 Alan 嚟到屋企食午飯，佢為 Alan 準備咗佢嘅拿手好菜。Alan 一踏入間屋，就見到客廳入面放住一張大字報，上面寫住偷情嘅好處與壞處。好處有好多，包括滿足雙方嘅感情同埋生理需求，尋求激情，減輕生活壓力等。而壞處方面，除咗罪惡感之外，就只係剩返驚俾人捉姦在床啦。但係 Candy 對於呢一點並唔擔心，只要大家小心啲就可以啦。除此之外， Candy 仲同 Alan 約法三章，制定咗偷情嘅協議書。協議書列明，所有嘅開銷費用都必須由兩個人公平分擔，佢哋只能夠喺平日當伴侶都返緊工嘅時候偷情，頻率為每2個禮拜一次。最重要嘅一點係，如果其中一方覺得形勢唔啱，或者係唔想繼續落去，可以隨時退出，而另一方亦都唔可以再糾纏。由於 Alan 嘅午飯時間只有2個鐘，為咗慳時間， Candy 亦都會負責訂酒店同埋準備約會當日嘅午餐。1978年12月12號早晨， Candy 喺送班仔女返學之後，就開始準備愛心飯盒。大約11點， Candy 就出發去到 Alan 公司附近嘅小旅館，開咗一間房等候 Alan。呢一次嘅體驗，雙方都好滿意。雖然之前講好咗每2個禮拜先至偷情一次，但係雙方都等唔切，想要再體驗多一次，所以佢哋決定下個禮拜再嚟一次。1個禮拜嘅時間過咗，好快又嚟到咗偷情嘅日子。Candy 準備咗飯盒，就揸車出發啦。同上次唔同嘅係，佢哋今次
約咗喺一間比較舊嘅汽車旅館。雖然呢度烏煙瘴氣，出入嘅都係妓女同埋嫖客，但係呢度比較平，而且唔需要實名登記，對佢哋嚟講風險細咗好多。喺持續偷情幾個月之後，當初作賊心虛嘅不安感已經慢慢消失啦。Alan 甚至仲覺得每個禮拜同 Candy 出嚟偷情嘅嗰2個鐘係佢成日最放鬆嘅時間，而 Candy 就慢慢開始對呢段婚外情感到厭倦啦。當初尋求嘅刺激感已經消失，雖然食之無味，但係棄之可惜。1979年6月，呢個時候 Betty 已經處喺懷孕嘅晚期階段，隨時都可能生得啦。Alan 覺得佢喺呢個時候應該要做好身為丈夫嘅責任，時時刻刻陪伴喺妻子身邊。於是佢打咗個電話俾 Candy， 表示佢哋應該先暫停偷情嘅事，而 Candy 亦都爽快咁同意咗。Alan 仲以為 Candy 係一個通情達理嘅女人，點知 Candy 只係開始對佢厭倦咗啫。1個月之後， Betty 誕下咗一個 BB 女。BB 女嘅誕生確實將 Betty 同 Alan 之間嘅關係拉得更近啦。佢幫手 Betty 湊女，仲主動處理家務。不過 Alan 都係放唔低 Candy， 佢想要繼續偷情。雖然 Candy 之前唔想繼續，但係1個幾月冇偷情，佢又重新對 Alan 燃起咗激情，於是佢哋嘅偷情計劃又恢復啦。有一晚 Betty 突然興致勃勃，想要同 Alan 發生關係。咁啱當日 Alan 啱啱同 Candy 喺汽車旅館偷情，所以佢已經冇晒彈藥啦。佢唔知道應該點樣拒絕 Betty， 所以唯有佢話佢今晚冇興致。Betty 聽咗之後即刻喊咗出嚟。佢認為因為佢生咗之後變肥咗，所以 Alan 嫌棄佢，唔再愛佢啦。無論 Alan 點樣解釋， Betty 都係聽唔入耳。自從嗰日之後， Betty 嘅情緒就變得好低落。為咗挽救呢段婚姻，佢哋一齊參加咗婚姻輔導。今次嘅輔導真係有好大嘅效果。兩夫妻打開心扉，講出咗自己內心嘅諗法，亦都令佢哋揾返咗當初喺埋一齊嘅火花。見到 Betty 重拾笑容， Alan 亦都決定咗要結束同 Candy 嘅婚外情。但係呢一次就輪到 Candy 唔同意啦。佢不斷挽留 Alan， 似乎忘記咗佢哋之間嘅協議。如果任何一方決定退出，另一方不得再糾纏。最終 Alan 都係果斷斬纜，而 Candy 亦都只能夠心不甘情不願咁接受。1980年6月13號，呢日係一個星期五，當時正值暑假。Betty 嘅大女 Alisa 亦都去到咗 Candy 嘅屋企，同佢嘅仔女玩。適逢星際大戰上映， Candy 打算當晚帶班細路去到戲院觀賞呢部電影。Alisa 亦都唔想錯過呢部熱門電影，反正佢前幾日已經留喺 Candy 嘅屋企度過夜，所以佢打算留多一晚。Candy 打咗好幾次電話過去俾 Betty， 但係都冇人接聽。所以佢就趁住去超級市場嘅路上，順路停喺 Betty 屋企，請示 Betty 俾 Alisa 喺佢屋企過夜嘅事。Candy 撳咗門鐘， Betty 應聲開門。當時 Betty 嘅神情已經有啲恍惚啦。Candy 直接進入正題，
並表示佢聽日可以順便將阿麗莎載去上游水堂。Betty 只需要幫佢收拾一件泳衣就 OK 啦。Betty 邀請 Candy 入屋，突然之間問咗佢一句：你係咪同我嘅老公有路？Candy 一開始否認咗，但係當 Betty 將 Candy 寫俾 Alan 嘅情書全部拎出嚟嗰陣， Candy 先至不得不承認，並表示佢哋喺好耐之前就已經分咗手啦。之後 Betty 行入咗雜物房，拎出咗一把3尺長嘅斧頭，向 Candy 嘅方向劈落去，威脅 Candy 唔准再見佢嘅丈夫。Candy 亦都向佢保證，等聽日將阿麗莎送返屋企之後，佢哋就劃清界線，從此不相往來。Betty 聽咗之後，放低咗斧頭，就轉身去到洗衣房揾囡囡嘅泳衣啦。望住 Betty 落寞嘅神情， Candy 只好不斷咁向 Betty 道歉。呢個時候 Betty 已經無法再克制自己嘅怒火，佢將 Candy 推入雜物房，拎起斧頭向佢亂咁揮。前幾次都冇擊中目標，呢一次斧頭擊中咗 Candy 嘅腳趾，並劃出咗一道傷口。Candy 嚇到大聲尖叫。Betty 打算乘勝追擊，兩個女人喺雜物房入面打交，屋入面嘅嘈雜聲驚動咗 Betty 喺後院嘅外圈，同時亦都驚醒咗喺樓上瞓覺嘅 BB。喺打鬥嘅過程中， Candy 不斷尖叫， Betty 仲對住 Candy 噓咗好幾聲，示意佢收聲。之後 Betty 失去平衡，坐咗喺地下。Candy 睇準時機，將 Betty 手上嘅斧頭搶咗過嚟，不斷咁劈 Betty， 直到佢停止咗呼吸。Candy 放低咗斧頭，喺 Betty 屋企嘅浴室沖咗個涼，換上咗一身乾淨嘅衣物，並為受傷嘅腳趾黐咗膠布。之後佢拎走咗阿麗莎嘅泳衣，就若無其事咁揸車返屋企。只係留低喺後院亂吠嘅狗，同埋喺樓上喊得歇斯底里嘅 BB。呢個時候 Alan 身在機場，準備上機去到外地出差。臨上機前 Alan 打咗個電話返屋企，但係冇人接聽。佢當時冇為意，以為 Betty 帶住細女出咗去散步。落機之後Alan 又打咗個電話返屋企，依然冇人接聽。呢個時候佢開始擔心啦，於是佢打咗個電話俾 Candy， 問佢知唔知 Betty 去咗邊度。Candy 表示佢今朝去咗 Betty 屋企幫阿麗莎拎泳衣，佢哋仲傾咗一陣，但係 Betty 並冇提到佢要去邊度。仲係唔放心嘅 Alan 打咗個電話俾鄰居，請佢過去屋企睇下到底發生咗乜嘢事。鄰居嚟到咗 Alan 嘅屋企，發現佢嘅大門冇上鎖，一打開道門，一陣難聞嘅氣味就撲鼻而嚟，樓上仲傳嚟咗 BB 嘅喊聲。鄰居即刻上樓檢查 BB 嘅狀況，確認佢一切安好之後，就順住難聞嘅氣味嚟到咗雜物房前面。一打開道門，就見到血肉模糊嘅女人瞓咗喺血泊中。鄰居被眼前嘅景象嚇親，佢即刻上樓將 BB 抱走，並跑返屋企報警。警方到咗現場之後，確認咗死者就係 Betty。佢嘅身上總共有41處被斧頭攻擊嘅傷口，其中28處傷口都聚集喺頭部同埋面部。由於案發當日係黑色星期五，恐怖電影《閃靈》又咁啱喺戲院上映中，電影入面嘅主角用斧頭追殺妻子，不禁令警方懷疑係咪有人喺度模仿電影嘅情節殺人。作為最後一個見到 Betty 嘅人，
Candy 自然成為咗頭號嫌疑犯，只係警方唔知道佢嘅動機係乜嘢。之後 Alan 主動向警方承認自己同 Candy 曾經有過婚外情，加上警方喺現場揾到嘅血掌印同 Candy 嘅指紋吻合，所以 Candy 喺案發之後1個禮拜就被逮捕啦。Candy 請咗一個叫 Don 嘅律師為自己辯護。Don 同 Candy 係喺教堂認識嘅。Don 係一位專門打工傷賠償嘅律師，之前根本就冇打刑事案件嘅經驗。作為打刑事案件嘅新手， Don 決定要幫 Candy 將謀殺罪打成自衛殺人，因為嗰把斧頭一直都放喺 Betty 屋企嘅雜物房， Candy 亦都從來冇入過嗰間雜物房。只要能夠證明 Betty 先拎起斧頭劈 Candy， 咁 Candy 自衛殺人嘅講法就能夠成立啦。但係問題嚟啦，由於 Betty 已經死亡，所以案發當日所發生嘅事只係剩低 Candy 嘅片面之詞，要點樣說服陪審團又係另一個難題。於是 Don 揾嚟咗一位精神科醫生 Faison 為 Candy 進行催眠，還原案發當日嘅真相。經過幾次嘅催眠之後， Candy 嘅故事前後一致，都係話 Betty 先拎起斧頭攻擊佢，為咗保命佢先會反擊。Faison醫生亦都證實，人喺被催眠嗰陣會處於最放鬆嘅狀態，唔會有任何嘅防備，所以唔會講大話。不過控方喺庭上提出咗質疑， Betty 嘅身上總共被斧頭劈咗41次，點睇都係謀殺，點會可能係自衛殺人呢？呢個時候Faison醫生解釋話，當佢為 Candy 催眠嗰陣，意外得知 Candy 童年不愉快嘅經歷。當時 Candy 被利器割傷，導致佢鮮血直流。當佢大喊嗰陣，佢嘅媽媽就對佢做咗一個噓嘅動作，示意佢收聲。呢個舉動喺嗰個時候已經喺佢嘅心入面埋下咗一粒怨恨嘅種子。所以當 Betty 拎起斧頭做出相同嘅舉動嗰陣，就即刻觸發咗 Candy 嘅神經。Faison醫生表示， Candy 喺拎起斧頭劈 Betty 嗰陣，佢根本就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緊啲乜嘢。陪審團喺經過4個半鐘嘅討論之後，最終裁定 Candy 謀殺罪名不成立，當庭釋放。呢個判決喺當時嘅社會造成咗軒然大波，大家都喺度議論紛紛。直到多年之後，學術界先至開始發現，人喺被催眠之後講嘅唔一定係真話。冇錯，一般人喺毫無防備之下接受催眠，的確唔會講大話。但係有一啲心理質素特別強嘅人，能夠先自我催眠，將一啲假嘅事提前植入自己嘅潛意識入面，到最後連自己都相信咗自己嘅謊言。所以無論之後再點樣催眠都係冇用㗎。2023年，美國已經有22個州唔再接納任何人喺接受催眠嘅情況之下所作出嘅證詞呈堂。不過，本案發生嘅地點德州依然冇禁止呢件事。喺判決之後， Candy 同 Pat 搬到咗 Georgia， 並喺冇幾耐之後離咗婚。之後 Candy 用返佢爸爸嘅姓氏 Wheeler， 並成為咗一位心理醫生。而佢嘅情夫 Alan 喺同外父外母爭奪女女撫養權失敗之後，就搬到咗佛州生活，佢亦都喺嗰度再婚。有消息指 Alan 咁多年嚟
一直都嘗試要修復同囡囡嘅關係，不過始終都冇得到原諒。